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。简单从生活开始，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经验？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收纳空间却越来越少，明明刚整理完，却又觉得乱糟糟的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冲动购物，囤积东西，结果很多物品买回来之后根本没再用，甚至连存在都快忘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个简单的测试，看看这10件东西你是否真的需要，还是它们只是占据空间，增加清理的负担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拥有太多不必要的物品，那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，学会过更简单、更轻松的生活。那么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测试吧。第一件，多功能厨房小家电。现在的厨房家电琳琅满目，从松饼机、气炸锅、电动奶泡机到爆米花机，几乎每种功能都有专门的电器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家电买回家后，你真的有在用吗？测试方式：如果这台家电每周至少使用2次，它可能真的适合你。如果它已经闲置超过3个月，甚至还没拆封，那就该考虑转手或捐赠了。简单生活建议：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会用到，但又不确定，建议先尝试用家里现有的工具来替代。如果真的发现频繁需要这种功能，再考虑购买，避免囤积不必要的家电。第二件，大量的衣服。你的衣柜是不是越来越满，却总觉得没有衣服穿？很多人买衣服不是因为需要，而是因为折扣、流行，或者纯粹是购物冲动。测试方式：如果这件衣服在过去6个月内至少穿过3次，它是实用的。如果你忘了自己有这件衣服，甚至还挂着标签，那它可能只是购物冲动的产物。简单生活建议：试试极简衣橱法则，选择经典款式、好搭配的基本单品，并以质量胜过数量的原则来整理你的衣柜。第三件，摆饰与装饰品。家里的装饰品可以增添美感，但如果摆太多，反而会让空间显得杂乱，甚至变成积灰尘的负担。测试方式：如果这些摆饰品能让你产生美好的回忆或心灵愉悦，那它们值得保留。如果它们只是为了填满空间，却没有任何情感连结，那你可以考虑让它们离开了。简单生活建议：选择简约、耐看的装饰品，或者前翠留白，让空间更清爽，也更容易整理。第4件，收藏品。从公仔、手办、邮票到限量版商品，很多人都有收集的习惯，但问题是，你真的还在欣赏这些收藏吗？测试方式：如果你还会经常欣赏、使用或与人分享这些收藏品，那它值得保留。如果它们只是堆在角落，甚至让你感到压力，那可能只是负担。简单生活建议：如果收藏是你的兴趣，请确保它不会影响生活空间与财物。考虑数位收藏或精选几件最有价值的保留，其他的可以转卖或送人。第5件，大量的餐具与水杯。家里的水杯是不是越来越多？有些是免费赠品，有些是朋友送的，结果一堆杯子占满了厨房柜子。测试方式：如果家中人数 x2 的数量能够应付日常使用，那就足够了。如果你的水杯已经多到摆不下，或有些根本没用过，那就是该整理的时候了。简单生活建议：选择耐用、好清洗的杯具，并固定使用几个常用款式，避免囤积过多。第6件，过多的美容与保养品。是不是买了一堆保养品、化妆品，结果用来用去还是那几样，甚至有些已经过期了？测试方式：如果这瓶产品你真的每天或每周都会使用，那它是值得留下的。如果它只是因为网红推荐或买1送1而买来，然后一直没用，
那它只是浪费空间。简单生活建议：精简你的保养品与化妆品，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基本款，不跟风，不囤货，减少浪费。第7件，过多的书籍。你的书架上有多少书是你真正读完的？有些书买来只是以后会看，但最后却落满灰尘。测试方式：如果这本书是你常常翻阅、珍藏的作品，那它值得留下；如果它只是放在那里显得自己很有文化，却从来没翻过，那它只是占空间。简单生活建议：试试电子书或图书馆借阅，只购买那些真的会反复阅读的书，减少书籍囤积。第8件，健身器材。是不是曾经兴奋地买了一台跑步机或哑铃组，但现在它变成了晒衣架？测试方式：如果你每周至少使用3次，那它是值得的；如果它只是放在角落，占空间又让你内疚，那或许可以考虑转手。第9件，多余的电线与配件。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整盒杂乱的电线、充电线、旧手机壳，甚至你已经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的配件？测试方式：如果这条线你还会用到，它值得保留；如果它已经2年没碰过，该丢掉了。第10件，过多的纪念品与赠品。最后一类，我们要谈的是纪念品和各种免费赠品。这些东西通常来自旅游景点、活动赠品、饭店附赠的小瓶洗发精，甚至是过去收到但不会再用的礼物。你真的需要吗？我们常常因为情感因素舍不得丢掉这些纪念品，但如果它们只是堆积在某个角落，让你感到困扰，而不是带来快乐，那么它们的存在真的有价值吗？测试方式：如果这件纪念品能让你产生美好的回忆，且你经常翻阅或使用它，那它值得保留；如果它只是因为不好意思丢掉而留着，甚至让你感到空间压力，那可能是该放手的时候了。简单生活建议：拍照记录，而非实物保留。如果这些纪念品让你舍不得丢，不妨用照片保存回忆，然后把实体部分清理掉，只留最有意义的几样，挑选最能代表重要回忆的少数物品，其余的可以捐赠、转送或回收，避免未来继续累积。下次旅游时，尽量选择无占空间的纪念品，如照片或数位记录，避免让家里再次充满不必要的物品。如何真正做到简单生活？现在，我们已经测试了10类常见的物品。或许你已经发现家里有许多其实不需要的东西，但要真正落实简单生活，不只是清理一次，而是建立长期的习惯。这里有几个小技巧，可以帮助你更容易过上简单生活。1、每次购买前问自己3个问题。在购买任何新物品之前，先问自己这3个问题：我真的需要它吗？还是只是购物冲动？我会经常使用它吗？还是它只是短暂的兴趣？它会让我的生活更轻松，还是更复杂？如果其中一题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你可能不需要这件物品。2、遵守一进一出原则。每当你带一件新东西回家，就试着丢掉、捐出或转卖一件旧物。例如，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就丢掉一件你不再穿的衣服，这样可以保持家里的物品数量不会无限增加。3、设定极限数量。对于某些容易囤积的东西，比如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、水杯等，可以设定一个合理的上限。例如，我最多只需要10件衣服，家里只需要4个水杯等。当物品超过这个数量，就该考虑减少。4、每6个月进行一次减法整理。定期检视你的物品，每6个月进行一次减法整理，检查家里有没有不再需要的东西，并做出以下选择：继续使用，真正有用的东西继续留下，捐赠或转卖，
适合其他人使用的物品，可以考虑捐出或转卖，回收或丢弃。过期、损坏或真的无用的东西，直接处理掉。这样一来，你的生活空间就能维持在一个舒适的状态，而不是无止境地堆满东西。5. 学会不购买的快乐。有时候，我们习惯了买东西来获得短暂的快乐，但真正的幸福不一定来自购物。尝试培养一些不需要购物也能让你开心的习惯，例如阅读一本好书、和朋友聚餐或散步、学习新技能或培养兴趣、做瑜伽、运动，让身体更健康。当你开始发现这些活动能带来更持久的满足感，你会发现购物的吸引力变小了，这也能帮助你减少购物冲动，真正过上简单的生活。简单生活并不是要让你丢掉所有东西，而是帮助你找回真正对你重要的物品与习惯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轻松、更自在。今天我们做的10项测试，希望能让你对自己的物品有更清晰的认识，知道哪些是值得保留的，哪些则可以让他们离开你的生活。现在，请你看看你的家中，有没有哪几样东西是其实用不到，但还在占空间的？你愿意从今天开始，尝试清理一样物品，踏上简单生活的旅程吗？如果你觉得这个测试有帮助，记得留言告诉我，你发现家里哪些东西其实是不必要的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也别忘了按赞、分享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未来我们还会带来更多关于简单生活的内容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